修仙长生，感觉好像跟咱们这现代生活有点远。但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这个《抱朴子》内篇里的一篇叫微旨，大概意思就是轻微的宗旨。然后你会发现啊，葛洪用一问一答的方式，特别坦诚的在探讨一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更有意义一点？他其实是在讨论很根本的人生哲学。看看几千年前的智慧，能不能给咱们现在的生活带来点启发？从认知方式、做事方法到个人品德、自律这些方面，我觉得无论你之前了不了解道教，应该都能挖到一些挺实用的东西，看看它的现实价值在哪儿。葛洪这个人很有智慧，他探讨的是很多跨越时空、有普遍性的议题，关于认知啊，关于选择，关于怎么面对生命的局限等等。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葛洪开篇就提了一个现象，他说啊，志同道合的人呢，不用多解释，自然就心意相通了。但如果目标追求根本不一样，就算你掏心掏肺的劝他，他多半也是疑虑重重。这是不是让你一下子就想到了生活里的一些场景？比如你苦口婆心跟朋友说要关注长期健康，他却觉得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才最重要。对，是不是感觉沟通起来就特别费劲？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认知壁垒，或者说就是那个同温层效应嘛。他还打了个比方，说就连金子和羽毛哪个重这么明显的事儿，有些人都会犯糊涂，那更何况是那些超出日常经验、听起来有点离谱的长生的道理呢？所以啊，他觉得谈论这些超越世俗认知的可能性，自古以来就免不了被质疑、被嘲笑，这是常态。这里啊，葛洪就非常精准地指出了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他用了一个关于眼睛的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啊，眼睛能看到的范围里，哪怕是在黑夜里，特别小的东西也能分辨出来。可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算天上有日月那么亮，地上有泰山那么高，你还是视而不见。他想表达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到咱们自己的认知，它是有边界的，不能轻易的因为我没见过，我不理解，这不符合我的经验，就断然否定某个事儿存在的可能性。有点道理。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自己的那种确认偏差，就是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我们既有认知的东西。这也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古代的圣贤，比如皇帝啊、老子啊，能留下那些修行的法门呢？正是因为他们突破了普通人的认知局限，他们的方法不是空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所谓小修小得，大修为大验，意思就是说啊，只要你认真去实践，或多或少总能看到点效果。认知局限的观点，但这马上就引来了更直接的挑战了。书里就有人很不客气地问葛洪，看你也没活成传说中彭祖那样几百岁，对吧？也没亲眼见过什么神仙，更没听说你掌握了什么长生秘诀，那你凭什么就言之凿凿地说长生是可能实现的呢？这不就跟一个穷光蛋教人发财，一个病秧子吹嘘医术一样吗？谁会信啊？这个问题确实很尖锐，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没图你说个啥，或者你行你上啊，是这个意思。那葛洪怎么回应的呢？他没生气吧？他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呢，他又用了两个比喻，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两个比喻非常精妙，值得细品。第一个是寸香和芒蝎的比喻。他说，一寸长的小鱼在小水洼里扑腾，他就认定天下没有汪洋大海；小虫子呢，在果核里专营，就觉得世界不过就这么大点地方。你就算跟他们说宇宙有多么广阔无言，他们也只会觉得你在胡说八道。井底之蛙嘛。对，这其实是在讽刺那些因为自身见识和环境所限而无法理解甚至拒绝相信超出自己经验范围事物的人，他们的那个不可能，往往只是基于他们自己有限的已知。第二个比喻更绝，他说，如果我真的修炼到了传说中神仙的那个样子，比如说眼睛变成方的，耳朵长到头顶上，那我恐怕早就羽化登仙了，去到另一个维度了。你这凡夫俗子哪有机会站在这里治愈我呢？有点道理啊。退一步说，就算你真的见到了那样的我，你也只会把我当成怪物或者异类，而不会相信这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达到的境界。确实可能会觉得是妖怪。所以啊，葛洪的核心观点是，我不是要强迫你
相信，我只是想启发那些本身就有志于探索生命可能性、愿意保持开放心态的人。那些真正得到的人，或许已经超越了我们能感知的范畴。正因为你见不到，所以你才会觉得不存在。他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让固有的常识和主观臆断成为我们探索未知的障碍。这个逻辑有点绕，但是好像也说得通。等于说，别因为自己没见过、没达到，就直接否定了可能性。对，是这个意思。就算我们接受了这个前提，保持了开放心态，但下一个现实问题又来了。听起来这修仙也太难了吧，感觉遥不可及啊！我这种普通人根本做不到啊！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核心的方法，不用搞那么复杂？这心态很普遍。对啊，都想找捷径嘛。没有捷径。他用了个登山的比喻，说学道就像爬山，必须从山脚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强调成功的关键在于2点：至诚和坚果，就是意志要坚定，态度要真诚。只要能做到这2点，持之以恒，就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反过来呢，如果总是三心二意、摇摆不定，那干什么都成不了。这倒是实话，树根都没扎进土里，却指望枝繁叶茂、高耸于云；水源都不深厚，却盼望河流奔腾万里，永不枯竭。这怎么可能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就是这个道理。这就直接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要想达成目标，无论是古代的修仙，还是咱们现代人追求的任何成就，那个根基到底是什么？葛洪明确指出了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积善立德，多做好事，积累善行。这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像是在建立一种正向循环，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积累那个社会资本。其次呢，要诚心诚意，态度要端正，这样才能遇到好的老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此要有实际功劳，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付出和努力。对，得干活。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点，要遇到名师，也就是真正懂行的、靠谱的导师。这个太重要了。他承认啊，像传说中的9丹精液，就是金丹术，可能是最高阶的方法，但问题是事大费重。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炼制金丹需有巨大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普通人很难一上来就搞定。所以啊，葛洪给普通人的建议其实非常务实。他说，先从最基础、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做起，首要的就是保精爱气，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精气神，别过度消耗。这对应到咱们现代生活，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精力，避免身心内耗和燃尽。这个太对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被掏空了。是的，然后呢，可以适当服用一些简单的、安全的补益品，比如草木类的药丸辅助一下，延年益寿。再学一些基础的术，用来趋吉避凶，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风险管理和应对技巧。哦，先保命，再图发展。对，把这些基础打扎实了，再考虑循序渐进地去探索更深层次的东西。打好基础的原则，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没错，无论是学习新技能、推进工作项目，还是健身养生，都得遵循这个规律。现在很多鼓吹什么速成、弯道超车的说法，其实往往是陷阱。是的，踏踏实实打好基本功才是最稳妥的路。说到方法，葛洪好像提到了很多种啊。有人就问了，这方法也太多了，记不住也学不完啊。除了那个高大上的金丹术，其他这些方法里，哪些是最关键、最值得学的呢？这感觉特别像我们现在面对信息爆炸，不知道该抓哪个重点。葛洪的观点非常明确，追求长生，或者说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不能只靠单一的方法，必须多管齐下，综合运用。他又用了2个生动的比喻，一个是治国，需要文治、武功、礼仪、法律等等各方面配合，缺一不可；另一个是造车，车辕、车网、车轴、车匣，就是固定车轮那个小销子，这些零件都得齐全，车才能正常跑起来。这个多管齐下具体指什么呢？大概可以理解为2个层面。对内要修炼形神，也就是保养身体、调养心神，目的是健康长寿、内心平和。对外呢，要攘除邪恶，也就是学会规避风险，防御外来的侵害。这就像弹琴，你不能指望一根弦弹出所有音符吧？也像穿盔
甲不能只靠一片假叶就刀枪不入。葛洪特别批评了当时一种他称为偏执的现象，有些人学了某一种方法，就觉得这个方法是万能的，甚至排斥其他方法。比如懂房中术的就认为只靠这个就行，懂点行气的就觉得呼吸就能长生，懂点导引的就认为动起来就百病不生，懂点草药的就以为吃药能解决一切，都自己觉得掌握了宇宙真理。葛洪就说，这恰恰是很多人学道不成功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太片面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容易这样？有人觉得只要玩命工作就能成功，结果把健康家庭都忽略了；或者有人觉得我吃的特别健康，那就万事大吉了，但从来不运动或者压力山大，也是偏科吧？葛洪就警告说，见识浅的人呢，学到一点皮毛就容易自满；不懂真正大道的人呢，就算运气好，拿到点好方法，也容易三心二意，老想着还有没有更好的，结果呢，时间都浪费了，啥也没练成。他还举了反面例子，说有些人不懂装懂，自己瞎跑到深山里去修，结果呢，被毒虫猛兽给咬死了，或者饿死冻死。他说这叫愚蠢。所以他一方面强调要找对老师，择师很重要，另一方面也提醒，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基础的方法，比如怎么避祸呀，怎么防疫呀，怎么治病呀，怎么强身健体呀，都应该学，不能听信有的说法叫为道不在多。这话不对吗？他说这话是对那些已经掌握了核心大法，比如练成金丹的人说的，对咱们普通人基础还不牢呢，就像家里没矿一样，那你得多储备点粮食工具，多学几门手艺，才能应付各种情况，对吧？得多准备几手啊。这其实就是强调一种全面发展和风险管理的意识，不能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那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就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或者说道德上的底线？葛洪给的核心原则特别简单，就4个字儿：不伤不损。既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或者损害万物。他还引用了当时的观念，说天地间有那个思过之神，会根据人犯错的轻重来夺算，就是扣你的寿命。算是小单位可能代表几天，计是大单位可能代表几百天，算和计都扣完了，人就没了。他还提到什么三尸神、灶神会在固定的日子去天上打小报告，像我们说的人在做天在看是吗？不过葛洪本人对这些神神怪怪的，他自己也挺谨慎的。他说未能审此事之有无也，他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这些神在记录，但是他认为天道赏善罚恶这个逻辑是符合常理的，所以他真正强调的不是怕鬼神，而是要修德。他推崇的那些善行，核心就是要有慈悲心，能推己及人，看不得别人受苦，乐意帮人，救济穷人，而且还要谦虚，不嫉妒别人好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有德之人，才有可能达成更高的目标。哪些是恶行？他也列举了一大堆要警惕的，比如心里老想着坏事儿，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欺上瞒下，得了好处忘了恩，黑白颠倒，冤枉好人，抢别人的东西，破坏人家家庭，欺负弱小，说话不算数，破坏自然环境等等，基本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做人要有良心。葛洪认为啊，你动了坏念头就可能被夺算，你做了坏事伤害到别人了，就可能被夺记，这灾祸还可能影响到子孙后代。而且他说，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好处，会以别的形式还回去，比如生病啊，遇到灾祸啊，破财啊，因果报应的意思。他说，这就像喝毒酒解渴，痛快是一时的，最后是自找倒霉。那还有救吗？要是犯了错，他也说了补救的方法，关键是要真心悔改，然后呢，要用加倍的善行去弥补，比如说救人性命啊，大力帮助穷人呐，推荐有才能的人呐，这样就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亡羊补牢。对，他还回应了当时的质疑，说为什么有些看着挺好的人也倒霉，甚至早死呢？他认为不能拿个别的例子否定大规律，而且表面的名声不等于内在的真德行，也许人家有咱们不知道的过失呢。这解释也算是一种思路。所以呀，葛洪这部分的核心观点就是道德修养是根本，不管你想干啥，想追求啥，都不能没了良心。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其说是超自然法则，不如理解为它更符合人与人互动、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一个善良、诚信、有同理心的人，通常更容易得到信任支持，内心也更安宁，走得更远。这个不伤不损作为底线，确实特别有启发。那除了这些比较宏观
观的原则，葛洪有没有提一些更具体的关于怎么保持内心状态的方法？我记得之前好像提到了内心之山。当时有人问葛洪，听说求道的人得懂得两座山，到底在哪儿呢？葛洪就说，这两座山呢，不在外头，在我们心里头。第一座呢，叫太原之山。他说这座山难之易求，看起来挺神秘，但你要是找到门路了呢，其实不难。它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但特别重要。那山上有什么呢？他描述说，山上特别祥和安宁，有玉井啊、神官呐、仙草啊、甜的泉水啊。说想返老还童的人喝了那泉水就能变年轻。这其实比喻的是一种内心的和谐与丰盈，就是当你的内心世界是平和的、滋养的，就像有源源不断的甘泉一样，那你自然就能身心健康，不容易衰老。那第二座山呢？第二座叫长谷之山，这座山呢幽深又险峻，但也藏着宝贝，像什么玉液金池啊、黄金仙草之类的。就是心里有妄念、急功近利那种人，进去了就会迷路，甚至死在里面。但是呢，有道行的人，就是内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进去就能安然无恙，还能采到他需要的东西，最后达成目标。修行的专注与坚守，就是说，面对外界的诱惑和内在的困难时，你是迷失了自己，还是能守住初心，专注的往前走？所以这两座内心之山，其实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修炼场就在我们自己心里。没错，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保持内心的平静、专注，不被外面的吵闹和心里的欲望轻易带偏，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能让人活得更明白、更健康。这或许就是一种现代版的内心修炼吧。最后一个问题，估计也是很多人可能偷偷好奇过的，就是关于那个房宗术。当时就有人问葛洪说，听说这东西练好了不得了，不但能成仙，还能消灾升官发财，真的假的？葛洪听到这个反应特别激烈，他直接就骂说，这都是那些巫术书里面的妖妄过插之言，胡说八道。他说，要么是那些没事找事的人添油加醋，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人编瞎话，目的就是骗人、收徒弟、弄钱。看来葛洪对这个是深恶痛绝啊。所谓的阴阳结合的方法，也就是房宗术，它最高的作用也就是调和一下身体，治点小毛病。再其次呢，是让人别过度虚耗，作用很有限，根本不可能让人长生不老，更别提什么改运气、发大财了，那是瞎扯。那它的真正意义在哪儿呢？葛洪强调，人不能完全不过性生活，那样可能憋出毛病。但是呢，如果放纵欲望，不懂得节制，那就会严重损伤寿命。真正懂得其中奥秘的人，是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还精补脑，让性能量滋养身体，而不是白白耗竭掉。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人老了也能身体好，活到该活的自然寿命，就是为了健康长寿。他还特意给皇帝辟谣了。当时很多人听说皇帝有1200个妃子，最后还成仙了，就想当然觉得肯定是靠房中术。葛洪说大错特错，皇帝成仙是因为他练成了9丹，然后才乘龙飞升的。妃子多那是他的生活方式，跟成仙的原因没关系。他还用水火打比方，说水和火既能载船也能翻船，关键看你怎么用。懂得节制的人，就算伴侣多也能从中受益；不懂得节制放纵自己的人，就算只有一个伴侣也可能因此短命。关键在于掌握节制的智慧，不然你吃再多补药也没用。就是提醒我们别信那些吹得天花乱坠，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宣传的东西。这跟咱们今天要警惕各种保健品骗局啊、投资陷阱啊、什么成功学大师啊，道理是通的。保持理性，认识到任何方法都有它的边界，有它的适用范围。咱们聊了这么多微指里的内容，从认知局限到一步步来，从全面发展到守住底线，还聊了内心修炼和辟谣。现在咱们试着把那些修仙的术语啊、神话色彩啊都暂时放一边，总结一下。葛洪在微指里头翻来覆去讲的这些，可以归纳出几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吧。这些原则对咱们现代生活启发性还是挺强的。第一个，认知上要保持开放，别让我没见过变成你否定一切的理由。得认识到咱们自己能理解的是有限的，对未知的东西要有点敬畏，有点好奇。开放心态。第二个，行动上要扎实，拒绝速成的诱惑。万丈高楼平地起嘛，不管是学东西、干工作，还是个人成长，都得重视基础，一步一个脚印来，循序渐进。第
第3个，方法上要平衡，避免人生的偏科，事业、健康、家庭、精神世界这些方面都需要关注，需要投入，得追求一个整体的和谐。第4个，道德上要守住正道，坚持那个不伤不损的底线，善良、诚信、同理心，这不光是内在修养，也是你获得长久幸福和社会支持的基础。第5个，生活上要懂得节制，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饱经爱气，别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健康、注意力，得保持一种持续性的生活状态。第6个，心态上要主动，得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不管是应对外部的风险，还是修炼自己的内心，都要积极主动去做，而不是等问题来了才被动应付。这6条听起来循序渐进，不就是对抗浮躁焦虑吗？节制欲望，不就是应对消费主义和信息过载吗？平衡发展，就是打破内卷的单一评价标准。守正向善，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基础。所以你看，格洪的微指虽然用了修仙这套语言系统，但他探讨的其实是怎么修炼一个更好的自己，怎么在这个挺复杂的世界里活得更健康、更明白、更从容，也更有力呀。而且这种修炼，感觉重点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不能融入到每天的生活里。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善待别人，保持学习，管理好内心，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修行了。最终的目标不是说真要飞到天上去，而是达到一种身心和谐、内在挺丰盈、有韧性也有原则的那种生命状态。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求的理想生活吗？那么最后，咱们留给听众朋友一个思考吧。格洪不是提到了太原之山和长谷之山这2座内心之山吗？它们代表着内在的和盈丰盈与专注坚守。那对你来说，你内心的这2座山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你希望它们变成什么样子？今天或者明天，你可以为攀登或者滋养它们，做一件什么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个人时常拿出来问问自己。